土星，这颗已经令人着迷的气态巨行星，如今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新发现，让我们首次在它的大气层中看到了神秘的黑色珠子，以及类似恒星的奇异图案。这些前所未见的现象让科学界哗然。一直以来，土星那宛如雕刻艺术品般的光环，以及它大气中翻腾不息的巨大风暴，都是我们仰望星空时最震撼的天体景观之一。它的美丽中隐藏着暴力与神秘。然而，即便我们以为对土星已经知之甚详，韦伯望远镜却像魔术师一样，从它的红外透视镜中揭示出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新细节，是我们从未设想过的隐藏面貌。在2024年的年尾，科学家们使用韦伯望远镜仔细观察土星北极的极光活动时，意外发现了如同一串漆黑宝石般的珠子镶嵌在极光中。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珠子正下方还隐藏着一个不对称的星形结构，它们的形状与排列方式在我们已知的所有行星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奇异的结构立刻引发了一连串新的重大科学疑问：它们究竟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还是深层次大气运动的表象？这些图案是否具有周期性？甚至它们是否与土星磁场的深层机制存在未知联系？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了解韦伯望远镜记录下的惊人数据，揭示科学家目前对这些现象的不同解读，并探讨这些前所未有的发现是如何动摇甚至颠覆我们对行星高层大气结构和行为的传统认知的。2024年11月29日，来自多个国家的23位天文学家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联合使用了韦伯太空望远镜上的高精度近红外光谱仪 MUSESPEC， 对土星展开了一次长达整整10小时的不间断观测。这是一项技术难度极高、协调复杂的国际合作。尽管任务目标听起来简单明了，要同时获取并绘制土星电离层和平流层的红外排放图像，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需要极高的光谱灵敏度和极为精准的时间同步能力，才有可能在同一窗口下捕捉两个高度差距极大的大气层发出的微弱信号。首要研究对象是电离层，它位于土星云顶以上约1100公里的高空，那里的氢分子在太阳和宇宙射线的轰击下会电离，形成带正电的 H3+ 离子。这种粒子对红外线极为敏感，是研究极光和高层磁场活动的关键窗口。虽然 H3+ 离子本身非常稀薄，肉眼完全不可见，但它们会在红外波段产生可检测的微弱发光，因此就像大气中的荧光笔，为我们描绘出极光活动的精细轨迹和结构演化过程，是观测土星极光最理想的示踪器。第二个被重点观测的大气层是土星的平流层，它位于电离层以下约500公里，是一个化学变化剧烈的区域，主要由甲烷等复杂分子构成，对温度、光照和季节变化极其敏感，是大气动力与成分相互作用的重要交汇区。然而，当数据回传后，研究人员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韦伯所揭示的图像与他们之前的模拟和预期大相径庭，这些图案不仅诡异，而且极具规律性，完全打破了他们对土星大气层相对平滑稳定的既有印象。他们在电离层的观测图中注意到，北极的极光带并非如想象中那样连续均匀，而是夹杂着一串串异常暗淡的黑色斑点。这些点状结构就像被打乱的珍珠项链，散落在辉光中，与周围高能发光的区域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黑色珠子并非偶然出现的图像噪点，它们在几个小时的观测中位置稳定，形态清晰，只有在长时间尺度上才缓慢地发生漂移。这种有序的移动行为强烈暗示，它们是土星高层大气中真实存在的结构，而非观测误差或背景干扰。与此同时，在这条电离层下方约500公里的平流层里，韦伯望远镜也捕捉到了一个同样离奇的结构，那是一种看似星形的图案，有4条弯曲不一的手臂，从土星北极处向外延伸，好似某种能量正在从中心扩散，将大气层撕裂成几块方向各异的辐射状区域。这一星形图案与科学界熟知的土星北极六边形有着本质的不同。六边形以其惊人的对称性闻名于世，而这个新发现的结构却呈现出不均匀，甚至略显扭曲的形态。它的臂呈不规则的弧线向外拉伸，有的甚至延伸到了接近赤道的位置，仿佛揭示了某种尚未被理解的大气扰动正在深层运行。
当研究人员将电离层中的黑色珠子与平流层中的星形结构叠加比对时，他们震惊地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巧合：那些最暗、最清晰的珠状斑块，竟然与星形图案中最显眼、最突出的一条臂几乎精确对齐。这种排列方式几乎排除了随机因素，更像是一种隐藏在土星高层大气中的协调机制在起作用。这种跨越数百公里大气高度的对齐现象，意味着土星的大气并不像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层层分明、各自独立。相反，电离层和平流层之间可能存在着强烈的垂直耦合机制，某种动力或能量正在穿梭于这些层级之间，塑造出这些令人费解的图案。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细节在过去从未被捕捉到，并非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此前没有哪一台望远镜拥有足够的红外灵敏度与空间分辨率来揭示这些精细结构。即便是卡西尼号这样深入土星轨道的探测器，也没有配备能观测到这种现象的核实仪器。地面上的天文台尽管配备先进望远镜，但始终受制于地球大气的干扰，特别是在红外波段，几乎无法看穿到遥远的土星高空。而曾为人类提供大量土星数据的卡西尼号探测器，也因为搭载仪器受限，缺乏专门用于高层红外成像的设备，从而错过了这些隐藏的细节。此次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以这种高分辨率和广覆盖的方式，同时绘制出土星的电离层与平流层的红外发光结构图。这种双层联动的图谱不仅具有科研价值，更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巨行星复杂大气动态的新窗口。与过去科学模型中预测的那种大范围均匀分布的能量释放不同，韦伯记录下的红外图像呈现出复杂而细致的排布结构，像是土星大气在某种隐秘机制的牵引下画出的一幅幅精工细作的宇宙花纹。这种变化之细微之丰富，是此前任何观测手段都无法捕捉到的。对于行星科学家而言，这项发现不仅令人振奋，更是一次深刻的提醒：我们关于土星大气的模拟模型或许过于简化了真实情况。实际上，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具动态性。其高层结构可能正被一系列我们尚未识别的能量与物理机制所操控。这些新发现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因为它们直接挑战了几十年来关于气态巨行星，尤其是土星的大气层结构稳定性与能量传导机制的主流假设。这种挑战不仅要求我们修正教科书，更意味着我们对行星形成与演化过程的理解可能存在根本漏洞。长期以来，科学家普遍认为土星高层大气是一块静水深流的区域，其主要特征是大尺度的纬向环流以及急趋偶发的极光活动。在这样的理解下，土星的上空应该是一幅流动而平滑的画卷，很少会出现小尺度的结构扰动。但韦伯望远镜的数据却一锤定音地否定了这个旧观点。它告诉我们，土星的上层大气并非毫无生气的平滑层，而是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内部可能存在强烈的垂直动力耦合与区域性扰动。那一串串神秘的黑色珠子很可能是土星磁层与其大气层之间发生局部电磁交互的直接表现。当强大的磁场将高能粒子导入大气层，它们可能在特定点位释放能量，造成局部发光减弱，从而形成这些暗珠。土星拥有太阳系中最强大的行星磁场之一，它能将太阳风中携带的高能带电粒子沿着无形的磁力线输送至两极，在那一带与大气粒子猛烈碰撞，激发出绚烂的极光现象，而这背后就是一个能量传输和释放的剧烈过程。而一旦这些磁场大气间的相互作用强度不均，或因此扰动而发生巨变，极光发光的区域就可能出现断裂或削弱，形成一颗颗暗斑。这或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珠子现象的本质。科学家也不排除另一种解释，这些珠子可能是由土星自身的快速自转和极区附近的涡流、湍流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然产物。在这样的动力背景下，大气中容易出现缓慢旋转、持续漂移的局部结构，就如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龙卷风或飓风眼。相比之下，平流层中那个星形结构则更显诡异和神秘。它不像极光那样直接与磁场关联，也无法轻易用已知的大气模型来解释。它的形态不规则，对称性差，像是某种未知力量在深层推动着这颗行星的内部气流。这个星形图案的出现位置
恰好与土星标志性的北极六边形区域重合，但它却完全不具备六边形那种规则的几何对称性，而是以四臂不等长、不等宽的形式向外延展，如同一颗扭曲的星辰压印在大气之上。部分研究者提出，这一图案也许是由某种规模巨大的行星波或罗斯贝波在平流层中传播干涉之后留下的轨迹。这种波动机制在地球上也存在，常常造成大范围气候异常。在土星上，其尺度与能量可能更为夸张。也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星形结构可能是与季节转变相关的大气反应结果。随着太阳照射角度和持续时间的变化，土星的大气循环模式也可能出现周期性调整，从而在高空形成这些奇特的印章。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韦伯的数据采集恰逢地球历法中的春分前后，这一时间点对应着土星北半球的大气循环可能正在经历一次由阳光照射变化引发的重大转向。也许正是在这样的临界点，新的图案才得以浮现出来。在所有这些发现之中，最令人震撼、最具争议性的就是暗珠与星臂之间几乎神秘般的空间对齐。这种横跨多个大气层的结构联动，像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不同高度之间牵起了线，织出了一幅多维图案。如果这一对齐并非巧合，而是表明这两个大气层存在真实的物理联系，那么就意味着某种能量、物质或动力结构正沿着垂直方向在土星大气中穿梭，把电离层与平流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在行星科学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跨层级垂直能量传递结构，在太阳系其他行星的观测中尚属首次。一旦证实，它将成为行星气候建模和磁场大气交互理论中的一个革命性案例。我们知道，在地球上，上层和下层大气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例如潮汐波、重力波等现象可以传导能量，但这种传导方式往往是混沌且无形的，极少会形成如土星所见那般清晰可辨、几乎几何排列的图案结构。不仅在科学意义上具有突破性，这次发现同时也是一次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它标志着人类第一次真正具备了探测遥远行星高层大气中微弱而精细结构的能力，为未来的深空探测设定了全新的标准。韦伯望远镜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在同一次观测中捕捉到土星大气不同层级的红外发射。这种分层视角让我们第一次像剥洋葱一样看到土星大气结构的纵深构造，为行星气象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维度。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使韦伯能够探测到此前望远镜完全无法识别的细节。过去隐藏在数据背景中的微弱信号，如今成为解读土星大气新谜团的关键线索，使得这项发现的重要性远超普通观测。由此可见，我们以往认为模糊的巨行星大气层，实则可能隐藏着极其复杂、分布极细的动力结构。这种精细尺度的涡旋、波动或能量传递网络，也许才是驱动行星天气系统和磁场交互的根本引擎。当然，目前我们仍处于揭开谜团的第一步，眼前的每一个新现象都伴随着更多的未知。科学家们列出了大量悬而未解的问题，他们迫切需要更多的数据、观测和理论模型去解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黑珠子和星形臂到底是土星独有的特殊现象，还是说它们在其他气态巨行星中也存在，只是我们此前从未观测到？更进一步，它们究竟是常年存在的稳定结构，还是受到季节、磁场等周期变化影响的短暂现象？无论答案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新结构已深刻撼动了科学界对气态巨行星的既定理解。从大气分层、动力机制到磁场耦合，我们对这些庞大星球的认知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土星本身，它们可能适用于整个类木行星家族，包括木星、天王星，甚至遥远的海王星。这意味着我们对整个外太阳系行星系统的认知也可能迎来重大修正。如果土星的大气能产生如此复杂的珠状暗斑与星形图案，那么不难推测，木星那同样拥有强磁场和复杂极光的环境，也可能隐藏着类似的结构。天王星和海王星虽然距离遥远，但它们的磁场和大气条件也具备产生这些现象的潜力。由于每颗气态巨行星的磁场强度、
轴向倾斜角和自转周期都不相同，它们的极光和上层大气活动可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模式。未来的观测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差异是否会在红外波段留下独特指纹，揭示更多隐藏的高层结构。回到土星自身，这些全新观测成果甚至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它最经典特征北极六边形的理解。这个持续存在几十年的巨大气旋结构也许并不只是一个孤立的气流器官，而是整个大气层多层次耦合中的地表现象。多年来，六边形以其高度规则的几何边界和稳定的旋转行为被视为土星大气最神秘且最稳定的标志。但现在看来，它的稳定性背后可能蕴藏着更复杂的系统性联动机制，而这些来自韦伯的新线索，黑色珠子与星形图案的垂直排列，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思路。或许六边形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到更高层结构或能量运动的直接影响。一旦将这些特征组合成整体来看，科学家们开始设想，是否存在某种垂直贯通的大气能量通道，它从极光层开始，穿越平流层，最终深入至土星下层风暴系统。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行星动力模型。如果这一假设得以验证，我们就必须重新书写关于六边形的定义。它不仅仅是大气表面的一处风暴，更是整个行星大气动力网络中的一个输出端口，背后连接着复杂的高层活动和深层结构。尤其关键的是，韦伯的这次观测发生在一个极具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季节交替、大气转变，使得未来的长期追踪观测显得尤为必要，也更具价值。当前，土星正逐步进入北半球的秋季，这将导致它的极区接收到的阳光日益减少，从而触发大气层温度、风速、环流模式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季节变化极有可能彻底改写土星高层大气的行为模式，使得当前观测到的星形图案与黑色珠子要么演化，要么逐渐消散。这也意味着，如果不抓紧时间继续观测，我们或许会错过它们的整个生命周期。因此，持续跨年度的观测就显得尤为关键。只有在完整记录土星不同季节变化下，这些结构的出现与消退，科学家们才能判断它们是稳定存在的常驻结构，还是某种季节性驱动的短暂响应。这进一步凸显出韦伯望远镜分配更多太阳系观测时间的重要性。尽管它主要用于深空宇宙探测，但它在太阳系近邻中的表现同样举足轻重。不容忽视，韦伯原本是为了窥探宇宙深处最遥远的星系和早期恒星而设计，但如今它却无意间成为了揭示太阳系新秘密的显微镜，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原有设想。如果未来几年能够继续跟踪这些结构的演变轨迹，我们将能揭示这些奇特图案究竟是短暂昙花一现，还是像六边形那样长期存在，甚至不断变化演化的气候标记。可以预见，这些由韦伯引出的新线索将直接推动未来的任务规划。或许我们将需要一艘新一代探测器，它要比卡西尼号更靠近土星，更深入其大气，更适合研究这些难以捉摸的现象。这些惊人的新现象再次提醒我们，即使土星这颗星球被人类观察了数百年，它依然保有太多尚未揭晓的秘密。在这片熟悉又神秘的气体海洋之中，科学仍有无限空间。事实证明，这些庞大的气态巨星远比我们原以为的更复杂，更富生命力。它们不仅拥有引人入胜的外表，更拥有深藏其中的物理和化学谜团，等待着我们去逐步揭示。韦伯望远镜所揭示的是一个充满层次、变幻莫测的土星世界。那些奇异的暗珠与不对称的星形结构正悄悄暗示着一条我们尚未认知的能量之路，横贯土星的上下大气。而如今，一场关于土星全新气候模型的科学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我们将持续关注科学家们如何利用观测、建模与实验手段，共同拼出这幅跨层级、跨纬度、跨学科的宇宙拼图。